昨晚接到一对情侣的咨询，哎呀妈，当着我面就打起来了。男方呢是有处女情节要分手啊，女方觉得对他不公平啊，两人吵得我的脑袋瓜子嗡嗡的。他们是通过朋友认识啊，互相喜欢，门当户对，这三观呢也合适。很快呢，两人就确认恋爱关系啊。熟悉之后啊，这男士呢就知道了女友曾经谈过男朋友这事儿。男士呢是处男啊，对感情是洁身自好。这女友不是第一次，他心里啊就对这事儿啊是耿耿于怀。说着说着呢，两人就开始当我面吵架呀，气势上是谁也不让谁呀。男士说呀，自己是处男，觉得找了处女啊不甘心。女方就问啊，既然不甘心，为什么一开始不分手呢？男士说啊，自己也很纠结啊，这感情上很爱女友，而且女友呢也对他很好，关心慰问，给他很高的情绪价值。他也有想过，女友当时谈恋爱啊，也是奔着结婚去了，遇错了人呢，也不是他的错。一开始他以为自己不介意啊，可以克服，但是一想到女友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啊，以前也是这样对前男友的，他就特别难受，甚至啊抱在一起的时候，脑海当中就会想到他以前也是这样抱前男友的。关于还没有发生的性关系啊，他有期待，但是一想到他经历过这些啊，就会不自觉的比较，会不会不如他前任。脑海当中呢也浮现出啊很多他跟前任在一起啊恩爱的画面，那种感觉让他很痛苦。他尝试过自己劝自己，可是心里呢怎么也克服不了。于是他跟女友提出分手。这女友听了也很委屈啊，说自己第一次啊是被渣男给骗了，自己是不情愿的。说到这的时候啊，男友就表示不满呢。男女上床这事啊不存在骗，他可以骗你的人啊，但是骗不了你的身体。要么是两情相悦啊，要么就是强奸。如果不报警啊，基本都属于自愿。两人呢说着说着又因为啊这个报没报警啊吵起来了。女友说啊，她现在很认真的对待这段感情，她觉得男友因为她不是处女这事提分手啊不公平，于是就找我啊来分辨是非来了。我们呢也算是彻夜长谈啊，才把这个事情给谈明白。两人最后啊也是决定好合好散。今天呢我就特别想说说啊这个处女情节。好多男人来找对象，有这个想法的真的不在少数，包括很多女人也有。前两天有个姑娘来咨询啊，说自己是处女啊，因为爱情嫁给了现在不是处男的老公，婚后看似很恩爱，但是一想到啊自己老公跟别人是翻云覆雨那些事儿啊，她就觉得特别的憋屈，特别的痛苦。在实际生活当中啊，我接触了有处女情节的人多了以后，就会发现啊这个情节就像漩涡一样，让人深深的不可自拔，像一根刺啊扎在肉里很深很深，你很疼啊，但是你拔不出来。当然呢，除了那些啊单纯只想找处女谈恋爱的人，有人说呀，都是什么社会了，还在乎对方是不是处女啊？这个心结的本质啊，就在于啊和处女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经历啊都是跟你有关，那从青涩到成熟啊，都是只有你的参与。这种经历是可以支撑后面漫漫的人生路。处女啊是把她自己所有的一切给了你，而面对非处的时候，脑海当中啊想起那段感情和经历不是跟自己啊，就会觉得憋屈难受，接受不了女友和前任的那个画面啊，最让人痛苦了。当然本身有处女情节的人呢也知道，非处啊并不是因为放荡才成为非处的，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个情节和感情的时候始终很纠结。我相信啊，如果一个姑娘最先遇到的你，第一次肯定也会给你，只是啊没有如果，人生也不可能重来。你可以不接受她，也可以选择分手，但是她对你的感情啊假不假，你需要自己去感受，这是两个东西。她是不是处女是事实，她爱你啊也是事实。爱情呢从来都不是平等的，好好审视一下自己。如果介意大于不舍，如果你觉得处女情节会比失去她更痛苦，那就优于做自己的选择，失去她。在苗头初期啊就切断苗头啊，分手这是我唯一要劝分的。好了，说到这儿了，大家怎么看待处女情节？你愿意跟胖子谈恋爱吗？有一姑娘来找我交对象呀，92年的，身高在160，体重有170多斤，自己开了一家商店。她说自己年龄大了，很焦虑，很想找个男朋友结婚。这相亲啊5、6年了，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。我一看到她呢，我就问她怎么不先减肥啊再来找。她说自己啊减不下来啊，也没有时间去减。听到这儿呢，我当时啊就委婉拒绝了。相亲啊都很现实，看条件、看身材、看脸，你这个体重，大多数男人他都不会接受的。他听了就问我呀，我要求很低还不行吗？我问他多低，是不要求男人年龄长相，还是不要求男人有车有房？他说和我同龄差不多，有个房子有个工作就行。我长相呢也不挑，主要还是看人。我问他，有一个男士比你大1岁，有车有房有稳定工作，也是因为胖呢相亲总是不顺，你愿意认识一下吗？他一听啊立马摇头，说不行，我不能接受胖的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呀因为自己胖，所以希望对方瘦点。
我直接问他，其实你也觉得胖不好看，不喜欢，对吗？他说呢，也有这方面原因，但主要呀是考虑到健康问题，一家有一个胖的呀就已经很危险了。他说只要对方不胖，条件稍微差点，自己能接受。我说有一个农村的年龄比你大一些，家庭条件差，但是有房有稳定工作，你愿意吗？他说不行，我们家是城市的呀，找农村的不行。听完了，我顿时觉得自己说不出来话了。两个人聊了有一会儿之后这姑娘就走了。看她走，我心里真的很难过，不是不帮，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凡人，我改变不了大众的审美。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找胖子谈恋爱？说直接点，就是外表激发不了性幻想，确实是无法产生恋爱的情绪。我们抵抗不了生物本能，大家都是凡夫俗子，都是看脸这么肤浅的生物。你的灵魂再好，也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。可相亲本就是快节奏，选择项那么多，谁会愿意拿出时间去了解你的灵魂呢？有提防杀猪盘。生活中呢，我们也会喜欢胖子，是因为了解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相处的舒服开心，才会愿意在一起交朋友。但相亲99%都会拒绝对方胖。人呢都是看脸的生物不论男女，不要听那些用虚伪的夸奖来掩盖你胖的事实。明明你胖，可周边就有人呢会说你不胖，你好看。明明你胖的就是找不着对象了，有人就是说呀，那是你没遇到合适的，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。这些话就是毒鸡汤。事实这种夸奖远超于那些恶言相向的人。有些人呢是单纯的坏，有些人却是坏到骨子里的贬低。这种夸奖真的让人可以迷失自我，以为胖总是有很多人喜欢的，但现实就是别人一听你体重你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胖子找不到对象吗？那当然能只要你能不断的向下兼容。比如说你找个比你还差比你还胖的人，你能接受吗？如果你是一个条件很好很有钱的胖子，那就要接受别人是图你条件或者是图你钱，而不是真心爱你的，你能接受吗？两性关系里有很现实的3要素一是性价值，二是经济价值，三是情绪价值。一段恋情你起码要具备2种价值才可以和谐。性价值代表着你的外形体貌，往往是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决定的。估计胖子自己也不想找胖子谈恋爱吧，不如去正视自己的问题，管住嘴迈开腿，这样你的择偶范围才会变大。在你有限的青春里面去找一个相爱的人不好吗？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胖子们 fighting。 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，对吧？给大家一个建议关注我的死死抱住，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，天天带你们看大戏相亲的相亲摆烂的摆烂，打仗的打仗，结婚的结婚，那是一家欢喜十家忧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哎呀，还有3天订婚女方突然涨价，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，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大晚上赶忙急的去了一趟女方家里。这个男方是92年的中专学历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，月薪在2万左右吧。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，有个妹妹通过相亲呢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，94年的大专学历，在私企是做前台的，老家呢也是农村的两人谈了有1年多。这起初呢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，觉得男方家庭条件差一点，而且还那么远好在姑娘这人呢还不错比较坚持，觉得男方人很好，也喜欢他。就这样呢，两家上个月呢是谈了定亲，彩礼也是讨价还价定在了6万，女方陪嫁2万的家电。商议的挺好，准备下个周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，两个人呢就去定亲领结婚证。结果昨天女方突然变卦，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，说如果想要定亲的话，彩礼至少12万。我一听这彩礼价格，他直接翻了个番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。那我赶紧去了女方家里之后这女方父母在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，他们就说自己以前不太懂私下里给答应了。家里亲戚一听这价格觉得不合理，说谁谁谁家给了多少多少谁谁谁家怎样怎样。我听完先是劝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，彩礼这事可不能去攀比，都是为了小两口好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。女方妈妈就反驳我跟我说这男方条件确实一般，家里还穷，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喜欢他呢我也就认了，但是彩礼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？这别人都还没有陪嫁来，我们还陪嫁了2万，所以彩礼12万一分不少。这女方父亲人还行，觉得半道改嫁他确实不是很地道，觉得要不这样吧，就8万块钱或者6万呢我们不给陪嫁了。刚说完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就你话多，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，赶紧闭嘴。转身呢就跟我说哎呀我们有事先商议一下。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去了里屋
我先强调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偷听啊。那大姨去了里屋之后啊，给别人打电话，她开着免提啊，那声有多大呀？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就说呀，你要咬紧牙关啊，别松口，12万啊，他1年就挣出来了，这点钱他都不给的话，那肯定啊都不是诚心要娶的。这女方妈妈呢，在电话那头啊就说啊，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，这要不给咋办啊？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，他俩都谈了1年了，他都30多了，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？最后啊，要实在不行，你就降到10万嘛。临了，对方还来了句啊，千万别给陪嫁，你别傻。哎，这挂了电话，他俩就出来了，跟我说呀，彩礼12万1分不少，理由是啊，男方1年能赚20多个，这些钱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儿。我听完呢，说实话啊，咱也没好意思穿破，但是我也没啥耐心了，就直接就跟他说啊，你女儿都28岁了，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。这男方自己创业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，如果你彩礼逼急了，婚黄了，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？要是男方给了这12万，婚成了，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？风水轮流转，最后这结果呀，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。这女方妈妈呢，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，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，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，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。听着我就来气呀，抚养孩子啊，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，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，谁不抚养孩子呀？别听别人说的，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，过得好不好，别人能帮你怎么地？最后，哎呀，真的是又磨了1个多点啊，两人终于松口，说彩礼6万就6万，但是这嫁妆1分不出了。听完呢，我看也到这个份上了，就跟男士沟通啊。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，但是啊也接受了，觉得呀女朋友人很好，不想让女朋友啊夹在中间啊为难。就这样，人家后天呢这个订婚啊继续。以前呢我就说过，这100年前那些土匪啊都投胎当了丈母娘了呀。做事你得顾全大局，算计多了自私自利，最后啊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。哎呀，不说了啊，为刺猬去了，这快过年了，得让他们给我看好门啊。